网吧的电脑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当大家玩得正嗨的时候，突然啪，所有的电脑突然关机，然后又瞬间来电，有的大哥气得要砸电脑。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现象呢？跟着小哥去配电室看一下配电箱。它这个电脑它是突然没电了，还是说这个突然就黑屏了，或者说是重启？突然跳了一下闸，就是突然停了，然后就接着来了。他们怀疑是电压的问题，电压不稳，可以测一下看看。瞬间20伏的电压是我身体的感应电，对零线放电。测火线对地电压都是240伏左右。三项对地电压都正常，电压都正常，现在用电都正常，电压都正常。它突然没电和电压，就所有的突然就灭了，然后夸起又来了。对。好，那就跟这没关系，还得是上一级看，上一级在哪样？上一级就是这个闸上面还有电闸。上一级的配电箱在这儿，这就是上一级电闸。从电表出来的线是进网吧的。3项预付费电表，看到这个电表我瞬间明白了，这个表是可以远程抄表的。这种表带不了太大功率的东西，它会自己断电的。当电流过大的时候，它自己会断开电源，断开以后它自己又接通。这几天天太冷，开空调多，电流大，然后表就断开了。建议换护感式电表，带护感器的电表。我觉得应该是电表的原因，还请大家多多指点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。小事了，你看这房子现在，你看这个厨房一直在着火啊，一直着啊，你，哎呀，好长时间没来了，这个房子。着火的是天然气管道，来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天然气公司和物业都来过了，没确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总阀门换了个新的。房主说他进屋看到冒火的地方是总阀门这个位置，往外窜出20公分左右的火苗，然后燃气公司赶到以后把火给弄灭了，换了个新阀门。房子装修1年了也没过来住，天然气也没开通，怎么会着火呢？来看一下，它天然气下边连了一个软管，不锈钢的软管，接到了这个燃气热水器。燃气热水器是一直插着电，一直插在插座上，所以这个天然气也没开过，也没用过。看一下它这个电源线都爆皮了，我扒开这个线皮，你看一下它这个地线，单看地线零火线没问题，都爆皮了。就这种现象我1年能遇到过1次2次的。单烧地线，这种烧坏是因为电流过大。它这热水器的地线很细， 0.75 平方的，地线连着热水器的外壳，就是如果这个热水器漏电，这个电流会顺着这个地线，通过插头这个地线与插座的地线连接，把这个漏电的电流导入大地。它这个现象恰恰相反，应该是主线那边有电流过来的，通过插头，通过这个地线插头，通过这个地线，然后又通过这个管道是导电的，然后把电流导入了天然气管道。天然气管道是接地的，导致管道带电发热。我以前遇到过好几次，这种线都烧成裸线了，很多一查都是漏电造成的。你看一下它这个天然气管道，也不知道是着火烤化的，还是电流过大烧化的。是不是这个热水器本身漏电造成的呢？这是厂家给换的第2个热水器，上一个热水器就是这种情况，把线给烧爆了，都没开过，没用过。那就看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吧。这个得打开他们家的配电箱看一下，看看从这里能不能发现问题，或是有什么安全隐患。先用电笔测量，用电笔测量零火线，测量地线排正常，原来的主线掐断了没用，这后来自己下的新线，
这地线不带电是正常的。送下电。这合不上了。啊，这坏的。这是走地线。连线不带电，地线不带电。慢慢。地线好啊。连线地线都很好啊。啊，没问题，它这个地线也做得很好啊。那它怎么能击穿了地？哎，关键它那个地线怎么没电了呢？这个地线是以前的老地线，老火线地线都没电了，都没有电。现在这块是新的，这块是新下的地线，这个是新下的。他们家地线接的不知道地下那一块好不好，得去楼下看一下，我得去楼下看一下。物业的师傅把楼下的配电箱门给打开了，去看一下。都在这住，有时候得等，有时候得等它漏这个电。你别笑，咱是等很长时间，它不用电接的话，它就不漏。对呀，它好像2楼是不是漏啊？或怎么回事？我看看啊。接过来了，都有地线。你得等，谁家在用电？不是漏电保护器，谁家漏电它也不跳。得等很长时间。他确定吗？啊，这是你家的地线，这是用户家的地线，加储藏室的地线。狗脚都不等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是谁家现在还没用那个电器，一般用空调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还有热水器，好像2楼热水器漏电。啊，他说过一堆。哎，你看这底下这后边是不是个主地？哦，这个像，这要是个接地排的话像。是个接地排。是个接地排的话是个接地排，你看看，是从这里接了个，它接了个箱子上了，你看看。它接了个零线和地线接在一起了。不是。啊，接在一起不是。这不是蓝色零线吗？蓝色的零线和什么压紧啊？都没压紧，就是有地线它没压紧。它地线为什么要跟零都没压紧？那它上面都没压紧，它上面打光光。那就是。地线在上面打光光，虚接的，地线都是虚接的。主要是它的地线为什么要跟零线接在一起？这就是个问题。二次接地嘛，二次接地，但是，零线走零线过来以后接到接地排上，接地排接了个接地。这个这个人过来以后。这个过来以后，这里压的挺好，这个压的很结实，这样，修不到电，你看它修成啥样了那个？对，我一看它修。现在测一下从地下上来的接地体与火线之间有没有220的电压。生锈影响电压，看都没有220。它和这个地线就没有220。正常的话是测出220。对，正常能测出。这说明它这个地线，它这个地线生锈，它就没有220。刮了以后就好了。所以说生锈，你别看这个锈，你要是不刮掉的话，它就虚接，就没有220。刮掉锈以后就好了。你测到旁边带锈的地方，看。旁边带锈的地方呢没有，所以说它这个地线没接好。再看一下，它这个地线都没压地线那个螺丝都没紧，就挂到上边了。这样再加上这个接地体是生锈的，
全都处于虚接的状态，这样导电肯定不好。物业管，他得把这一块紧了，然后他这物业这比例是什么也不懂，他什么也不懂这块，因为咱们没有权处理啊，这块。对，这块如果是咱们给你处理的话，他会觉得你们是违规的，对，你动了问题是你们的，全是你们的责任，这不属于咱们那个动的。这个接地可以单独做接地啊，对，而且都没压好。对，这个零线可以不要，可以不要，可以不要。要了更多油了。他要了的话，即使这个零线没用的话，这个地线就是零线了。这样会烧电器的。是啊。地线它永远赶不上这个接地体做出来的接地体，它永远赶不上从变压器给拉过来这个零线好。所以接地体这一块要打磨出来，然后把螺丝给压紧，防止虚接。同时在活动，我给它拽出来的，别，同时在活动，同时跟鼻子之间有间隙。但是来解决问题了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是楼上这几户有一家是漏电的，到现在没排除的话，他一用那个电器，就会导致地线带电。他现在没用那个电器，也就是说，着火这10几天或者是几天之内，他们用了一次电，导致的那个烧成那个样。今天没用，今天用的话，这个地线会带电的。他这一块压的都很好，但是它接漏的能看出来。太长，现在没用都。你看到吗？它这个总地线接这来了，总地线压上来了。这个它从底下上来应该。这个地线派，地线派，但是它压这个地线，在上面都是虚接的，能看出来，它都没压那个螺丝，它下不了大地就会通过他们家这个地线上俺家去，把燃气烧了，通过它的燃气管道，烧燃气管道把皮条又烧化了，引起的火。它天然气管道接地很好，所以通过天然气的管道进入大地了。换了，就这了。另外，它这个鼻子，你看要不要处理这一块？你看一下，你懂这一块，你看我给你照一下，你看看。我看了。你对这一块比我懂，是不是需要重新接？有点活动了。我回去把接地做好了，把这一块处理好了，应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而且不是当时我们往扣的是。另外还得想，就是让楼上的用户都把电开，特别是空调开，看是谁家造成的，把这个隐患给它去除了。主要就是这个地方。挨家挨户去敲门，让他们把电器打开，谈何容易呀！敲门很多都不开个门缝，一说楼下着火跟我们家没关系，然后就把门带上了。就有几家开的，还有家里面没有人，所以说测不出来。或许人家漏电以后自己修好了，然后这个故障这个隐患就没了，你现在在这啥也测不出来。上次那个客户就是接上个地线都发热，是啊，然后一看是空调漏电，地线都发热了都，不行了那就漏电很严重。他在那不敢打哈。掐的电流现在很小，地线带电电流很小，是个感应电，这是一个正常的感应电。烧线的那个电流应该达到20安以上，现在看是很正常。另外，这是个老房子，楼上很多电闸，漏电保护器都失灵了，就是说如果漏电的话它不跳，你像这一个它就不跳。你看这一个是坏的，就是说这些电闸年数已久，有的漏电保护功能没了，线路漏电它也不跳。这个下边什么也没接，如果电器漏电，漏保又不跳，它会持续的对地线放电，地线对大地放电。那如果地线不好呢？就像他们这个单元主地线没接好，这样很危险的。客户家的线路是没问题，从主线到分线接的都对，我都挨个测了，接的是没问题。另外他这个房子是老房子，
墙里边的线路也老化很严重，装修的时候也没换线。整体线路有一个漏电，但是不是严重的。这种漏电对老房子来说，很常见，几乎很多老房子都有这么个漏电。所以还有家里的漏电保护器，这个漏电保护功能好不好很关键。在有漏电的时候它不跳，就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，这些都需要更换。我估计楼上的住户也有不好使的，漏保、地线，哪一个不好都会造成安全隐患。所以家里有燃气热水器的，可以摸一下这个线热不热。如果电线发热的话，就是存在着对地线放电的现象，或者在不用电的时候拔掉这个插头。所以说房子的接地好不好很关键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这是去地下室修一个水泵不启动，前面这几个都是配合我演戏的演员。好了，开始表演。首先客户假装介绍故障现象，2套星闪角降压启动电路。这个时候我要装作没看到故障现象。你启动操作一下，我看一下转不转换。你这一套的一套，这一套。这一套，前边这套，很明显，这一套星闪角转换系统只有兴起没有转换，就是到几秒钟以后它会转换，它转换靠时间继电器。你再启动一下，我看一下。这完了，这个里边完了。它转换不了，然后这也跳了。这把总那个跳了。冒烟了，这个也得换。换的现在都签名。这掉了这都完了。这个也跳了。300瓦能整。刚才一启动这里边爆了，然后把电闸跳了，这个得换，它里边的触点完了。换这个得看接触器线圈电压220伏的。它为什么不转换呢？星闪角启动要转换，是下边的时间继电器设定时间太长了吗？我想再测试一下，我得拆掉这个主线。这个拆线的时候要注意，这3根主线后边还有个细线，这是个控制线。只拆掉这3根主线，控制线留着，得通电。好了，看一下它这个主电源，双电源，那个跳了，这个自动切换的。是吧？现在好了。那启动，它这个启动是，它这个也是带自动的，这样就不对呀，这样。启动停止不是停止，启动不是启动，停止是启动，启动是停止。这样，它这个是没电了就可以。它是。得先把这个改过来，得先把这个给它弄了它。当然这也不能换。把这个给它弄了，把它里边自锁这一块给它掐掉。反正角度还是从线这个飞机场试一下。不下油，点完了没念下线下大油。不转换呀，再开。
转换呀。把这一个主线也拆掉，看一下。你开一下第一个，你对了啊，能启动一下。看它这个是转换好使的，对，转换的。好，关了吧。来开第二个。现在转换过来了。那个时间点的记不住了，看那个有点这别都坏了啊！坏了。这个后面第一个，没事的。啊，这不得切了？不转换。啊，不转换，不切。啊，这个后面这个的是。直接换计算器，这个交来交去也不大用。都换，咱俩都换，咱俩都换。现在确定是时间节点器不好，就是时间到了该转换的时候它没有，这个直接买个新的头插上就可以。还有这几个启动停止按钮都不对，都带自锁，换成不带自锁的。交流接触器有声音的，看着不好的都给它换，这3个都换掉。开始拆，很老了这些东西，拆下旧的换上新的。看一下，拆下这个旧的接触器，里面触点都打没了，短路就是2个火线之间发生了打火，触头都打掉了。看这个底座触点，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呢？3个新的接触器换好了，线也接好了，开一下看看。这样很好，转换没问题。刚才说这个触点完了，那看一下它这个电机有没有问题。测量电机线圈，先把电阻档调0，乘1档。电机6根线，测量线圈的电阻，电机越大，电阻越小。看看这3组线圈，测量的电阻阻值是一样的，这就是好。可以测一下旁边这个电机的电阻，线圈电阻一样的。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电机好不好，能不能转，得看一下。这个电机是好的，是转的，用螺丝刀拨动这个风轮，它是能转动的。看一下这个电机，刚才通电没启动，哟呵，直接转不动，别使了，而且纹丝不动。像这种现象，通上电以后转不起来，它这个电流会非常大。所以说那个接触器烧坏，我觉得跟它有关系。您说这种电机下边转不动是哪里的原因呢？这样除了那个电机之外，电路没问题了。这一路主线那先不接。好了，这样我就暂时完成了故障的检修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设备第1天干活就罢工了，工人说按这一个键，指示灯是亮的，看一下，电机应该转，外边这个按钮输出来控制继电器熄合，继电器亮灯熄合来控制变频器运行。看这个变频器运行的指示灯没亮，这个灯不亮，电机就不启动。这个变频器带了个搅拌机，是拌料的，你看水都烧好了，它就不转了。这个要看变频器的控制电路，这很简单，就2根线，这2根线就是说是开关线，这2根线接通，变频器就运行。所以我直接人为的给它导通，用个线头把它接通，看看电机转不转。
这个是继电器的原因吗？就是说没有接通这2个信号。看一下这个中间继电器，触点没问题。他们说这才换的一个新的，是接线有问题吗？可以捋一下它这个控制线，看这根线去哪了。你看这根线没有进中间继电器，这是进了这个按钮开关。看 GND 在这儿，这是个什么键呢？这是个点动，控制信号点动，让变频器运行，然后又并出来接到这里。你看啊，公共端这个线走，然后接到了机亭，通过机亭触点回来走，再进入继电器，通过继电器吸合走，回到变频器。那这种可能性就是这个机亭开关不好，可以测一下这个触点应该是通的。看表针都不动，触点断开导致变频器启动不了。这个机亭开关是处于开的状态，是正常的，是接通的状态，但是它就是不通。这一个换个机亭开关就好。那么现在应该怎么处理呢？电机的启动停止可以用这一个面板来控制，所以说机亭可以先给它做一个短接。我先把线头给它们短接，短接以后看能不能运行起来，开一下。好了，这回好了，好了。这样就好了。这样再买个新的机亭开关换上就好了，这样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这个故障比较简单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然后有人时候不跳，一到下边没有人了，啪自己就跳了。哪个就跳了？这个跳。奇怪。哎，跳了。他自己就跳了。电流这种是什么？他是关了也没跳。3点几安的电流。下边没有零线了吗？火线接这个，零线接这个。轻一碰就跳，就掉下来了。这个咋完了？这些呢？那个应该也坏了。这些你看，扒拉都扒拉不掉。正常情况下扒拉都扒拉不掉。你看这个之前那个那个吧，这闸不行。开空调多了之后，它会发热自己跳。这个吧，然后有个电池这个充电吧，一充电肯定跳，可能就是太热了。另外，这里有个漏电保护器零线烧了。原来这路线这个零线零火线是接这个漏保的，零线烧了以后把火线接到这个电闸，结果用着就自己跳闸。所以这个零线不能接这个地方。我拆掉这个零线，这个零线我给它直接压到零排，这个是零线排。你看它原来接这个漏电保护器烧零线，很明显那个螺丝就没压进去，造成这个零线虚接发热烧线。这种和负载电流有关系吗？看一下电流多少。3个空调开起来以后40安左右。这个漏保没换了个空开63安的，它下边这些分路都有漏保，而且测了电路没问题。好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指点。这台车床从别的地方拉过来以后接上电没反应，按所有的按钮都没反应，让我来看一下是哪里的原因。直接去配电箱。挺新的。不，床子是很新，电都没有动过。现在出现什么情况了？没电啊，现在是有电的啊，你听有电啊，但是这个其他的一概都不好用，运行不了，没有任何的反应，就感觉是急停了啊。好，就感觉处于急停状态。但是你看，哎呀，这手绘肯定可以。哦，好，我给你看看啊，我以为2个急停。然后上面这些保险全部查过了，保险丝全看过了，全看过了。好的哈。
行，我给你测测。这个是临时接了个灯垫，那可不敢这样接。这是拉下来就没有了。啊，可不敢这样接。这个是地线。啊，这个地线啊。可不敢。这上面零线没接啊。啊，接地线。啊，可不敢这样接啊。行，我给你测一测吧。这个应该不难，很简单，就是哪个电卡住了，我就这么感觉。我以为这是暂停机停那边卡住了。这个变压器两边的电都量过了，24伏没问题了。24伏到这儿都没问题。24输出也没问题。然后保险丝都看了。保险丝也看了。这个你找保险丝。这个找个保险丝。这是 FU 几？这好。FU2 啊。坏这个保险丝是 UVW-W13，也就是下边这个交流接触器的，交流接触器主线控制电机的。等一下换个保险。保险丝没问题，那就测一下变压器的输入和输出有没有正不正常，看看电压。他们说测的正常，我得再测一遍。电压正常的，输出是正常的。变压器输出没问题，也就是说电源没问题，那就看控制电路这一块。先看一下它这个电路图，这一块就是启动、停止控制电路，这个应该是急停开关。那就先测一下这个7和0之间有没有电压。下边是接触器线圈，7和0，在端子这个位置测7和0之间的应该24伏，没有，7没有电，7在这儿，从这儿来的。刚才测的那个端子就是这个位置7，它这个7这个电源是从变压器出来的。既然7这个地方没有电压，那就往上找找19，上面还有21、12，反正这3个点看看有没有电压。它这个上面有12，看到12了，测0和12的电压，看有没有，对准12，有24伏有，这也就是说保险丝出来是有的。那再往下呢，看这里下边这2个线号，对准0，有个21是空的没接，那就对准19，这头对0，测没有电压，没有，19都没有，这没有21，也就是说它这个电路就是12直接到19之间有一个什么东西，不知道什么开关，那就捋12到19之间接的什么线。看一下，像这种普车的控制电路比较简单，有电路图，问题更好找。在这儿看一下，拽出来了这2根线，一个接19，一个接12，顺着管进了设备里边去了，就是这根线。12到19接的什么呀？就是现在能猜出是什么开关吗？这里面主轴箱上哪有找电？这里没有电。这了，就是它。你摁着试试。啊，是它的事吗？有可能。门禁开关啊，这个有可能。要吗？这个？不用，就平时锁上行了。我给你短接就行了呗。有可能是什么？它一这样拉过来以后，它咚咚咚震动。就是它。我按下去。哎，好，可以了是吧？好了。一看着这个腰带我就明白了。哎，现在有了。你得把那个得调往外调一调，没顶住，我得给你调一调。别的事都没有，估计就是这儿的事儿啊。他原来忘了这儿还有个门了。哎，他原来是憋实了啊，原来它坏了不好用，就这不他们直接当时用胶带粘死了。对。我一看这个胶带我就想起来了，完。
这些展示算完了。对。好了，现在开一下看看。应该朝这的，往这边打还转，往那边打是刹车啊，反转。应该是往这的啊，它是这样的，调一下线吧。点击反转，调一下线就可以了。好了，这样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